我離職的那個崗位，之前那個人被調到別的部門去了，可以說是一個小升職，然後我應聘上了這個崗位，但是調走的那個人在新部門勝任不了，然後人事給我打電話說，老闆要把他調回來，這不就是變相的逼我走嗎？我沒辦法了，我只能辭職了。我不明白為什麼我要替別人的錯誤買單。老公上班才2個月，沒想到又失業了。這份電商經理的工作他找了2-3個月，原以為目前這個大環境下能找到工作是我們運氣好，可公司產品没有競爭力，也沒錢投廣告，上一任也只撐了2個月就走了，妥妥的坑。偏偏怕什麼來什麼，我們倆現在都沒了工作，想到每個月還有9000的房貸，一下子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红酒又一城，10個店鋪8個關門或者是沒生意。以前35歲以上好多我早兼職的都不要，所以說我現在就是早上晚上都睡不着。那現在是5點鐘不到，我送2個小時的外賣，然後再趕到那個江蘇路，做那個學校的那個派單發傳單，因為這個要的，他說就是35歲到45歲嘛。全軍覆沒，今天真的嚇到我了。今天有個朋友跟我說，他們班上一共20來個同學，除了8個去了事業編以外，其他的全部失業了。然後年齡呢，都是在35歲到38歲之間，最長失業的已經有2年多了。不是，我有點被嚇到了，就是現在的就業環境真的有這麼恐怖嗎？長期以來，上海被視為中國最穩健的財政來源地之一，無論是稅收、產業結構還是外資規模，上海都代表着中國經濟的天花板。然而，2026年1季度，上海卻爆出292億元赤字，財政自給率跌至90%，這意味着上海已經無法靠自身收入覆蓋支出。根據多地財政廳公布的最新數據，中國28個省級地區的一般公共預算財政自給率全部跌破100%，這說明全中國所有省份全部入不敷出，包括上海、廣東、山東、北京這些過去被視為財政大戶的地區。在中國經濟的版圖中，北上廣深以及東南沿海省份長期扮演着長子的角色。他們不僅要維持自身的發展，還要通過巨額財政上繳和轉移支付，持續為中西部和邊疆地區提供支撐。然而，2026年第1季度各省陸續公布的財政數據，卻向外界釋放出一個不同尋常的信號：那些曾經最能賺錢、最能為全國輸血的財政奶牛，如今也開始顯露出疲態，甚至陷入自身難保的尷尬境地。上海8年，夫妻雙雙被裁，回長沙找工作，工資直接砍半。這是我們94年滬漂夫妻的真實經歷。程序員老公3月被裁，一開始他還挺樂觀，覺得一身本事不怕沒飯吃。結果在上海投的簡歷，大部分都像扔進了黃浦江，連個水花都沒有。他有點洩氣了，說乾脆休息段時間，順便帶娃。更扎心的是，8月底我也收到了裁员通知。为了搞明白这个裁员到底是怎麼挑人的我就找被裁的3個同事聊了聊。這3個人呢有不同的情況，聊完以後我整個後背發涼。然後第一個男生呢是32歲，然後他是今年上半年被裁的，然後他去年在公司的時候一整年都是高績效，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的一個事情。然後他說他在被裁通知的前一天晚上還加班到10點多在搞 AI 相關的東西，活用方案他都不敢相信，然後回去跟他老婆說，他老婆就說你這句話有什麼用啊，這不還是被裁了。那名男子被裁員後回到家，看到手機上發來的房貸扣款通知，再想到孩子日常的吃穿用度，頓時感到沉重的壓力撲面而來。有網友留言，
被裁員並不是因為工作表現不好，有時是公司砍掉了那個部門。我在上海辭掉了月薪1萬1的工作，身邊很多人都說我是個傻子，說這麼高的工資說不要就不要了。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啊，我是真的撐不下去了。无休止的加班，做不完的業績，處理不完的人際關係，每天睜開眼睛就是壓力，閉上眼睛你都焦慮的睡不着。博主說他不想再用健康和情緒去換那點工資。剛辭職的那幾天，他確實鬆了一口氣，不用再早起擠地鐵，也不用再看誰的臉色行事。可這種輕鬆沒維持多久，焦慮就悄悄捲土重來。他每天抱着手機，不停刷新招聘軟件，盯着是否有 HR 回復，偶爾等來一條消息，卻往往不盡人意。與此同時，上海的房租、日常開銷一項項擺在眼前，看着賬戶裡的錢一天比一天少，心裡也越來越慌，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能撐多久。哎，你們有沒有發現啊？上海現在在慢慢變窮啊！你們有沒有发现，上海现在在实体店吃饭的人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？每年呢都会有人说，我好爱上海呀。结果呢，沪漂没有几個月就回老家了。我老公被裁員了，今天是辦理離職的最後一天。他是一名在上海打拼了10年的程序員，今年剛好35歲，卻沒有躲過35歲程序員被裁的魔咒。本來我們倆還滿心歡喜的預算600萬去買房，在上海安家落戶，誰也沒想到意外來得那麼突然。他在這家公司做了3年多的全站工程師，4月初收到了裁員通知，一晃2個月快過去了，至今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。02年，男生本科畢業後選擇重新出發去上海找工作，花費1萬多學技能加租房的一天是怎麼度過的？今天一大早就爬起來了，最後再清點下行李，就要準備出發去上海了。最後再陪毛毛玩一下，下次再見面可能要等到過年了。去車站的路上下起了小雨，獨自一個人去一座陌生城市，沒有親戚朋友的地方學習生活，心裡難免還是有一點擔憂的。30歲，6年滬漂裸辭，再次就業，我以為碰到了神仙工作，沒想到上班10天就被辭退了。不上班之後，我喜歡醒來先洗澡，有時候心情低落，洗個澡仿佛真的能沖刷掉一些煩心事兒。我老公被裁員了，今天我還沒到家就接到了他的電話，說月底正式辦理離職。這次被裁一點也不意外，我們可能算運氣還是比較好的，躲過一次又一次裁員。滬漂11年，在這家公司幹了快6年，可以說大部分的青春都是在這家公司度過的。不管怎麼樣，生活還是要繼續的。晚上買了孩子愛吃的菜和水果，今天的心情就像今天的天氣一樣糟糕。到家拿出零食遞給孩子，看着孩子笑得無憂無慮，一瞬間也在提醒自己不能垮，得撐住。歡迎來看滬漂程序員失業擺攤的第一天。被裁員之後，我做了一個決定，去擺攤賣芝米飯糰。主播下午5點半收拾好東西，推着露營車就準備出發了。第一天，主播準備去一個夜市附近擺攤，那邊人流量可以。結果你們猜怎麼着？到了地鐵站就被安檢員給攔下來了，原因是主播的露營車太大了。博主實在沒有別的辦法，只能推着一車東西到小區附近擺攤，一直忙到晚上9點，3個小時的營業額只有84元，雖然不算多，但他已經很滿足了，至少這是靠自己雙手掙來的。在中國最不適合創業的地方就是上海，上海就是個打工之城，精緻白領扎堆，個個端着咖啡聊 KPI， 沒人聊項目，你去那裡創業，房租就先吃掉你1半的預算，招了人下班就走，周末絕對不會回你信息。我走過全國，說實話告訴你，要搞錢要去深圳，要生活就要去杭州，你要小本吃錯就要去義烏，要搞外賣就要去廣州，這4個地方就是給普通人留活路的地方。公司又開始裁員了，昨天吃飯碰到保潔阿姨聊起這事，他說他們3個阿姨最後估計就留1個，搞不好還1個都不剩。聽說2樓也要裁一大批人，我們3樓暫時還沒有收到消息。我聽完沒啥意外了，心裡早就會有預感了。來這快1年半了，大大小小的裁員也遇上好幾輪了，上一次也就2個多月前的事兒。在上海上班這麼多年，這種事早就見怪不怪了。
去年11月份失業到現在7個月了，真的就是現在的就業環境大不如前了。以前失業嘛，最多碰到過2個月，基本上就能找到自己還算比较滿意的工作了。現在要半年了，投出去的簡歷基本沒有反饋的，已讀不回，其中也面試過幾次，而且這面試現在都要面到第3輪、第4輪了才會有結果。那我的結果就是3面後就沒有然後了。博主說，他今年36歲了，這個年齡在職場上並不佔優勢，所以他也不敢好高騖遠。對他來說，月薪5、6千元的工作並非不能接受，關鍵問題在於這種崗位如今卻要求1個人幹3個人的活。我們上海從開年到現在，還有很多人連工作都沒有找到，有些公司為了活下去，直接裁员裁的就剩下1個人了，就為了維持最基本的運營。如今這個大環境，晚點結婚的人贏了，3、4年前沒買房的人贏了，沒創業的人贏了。31歲碩士在上海月薪8000，實際能存多少錢？哇哦，62瓶，天天2批2片。嗨，大家，我住在上海浦東一個老小區，1居室3600。昨天晚上犯困沒洗澡，起床先來洗個澡。我的頭髮比較毛躁，最近換了戴森吹風機，不知道會不會有所改善。每天護膚化妝大概10塊錢。在上海3000家能租到什麼樣的房子？被裁失業的老弟要搬家了，今天陪他去看房。本來老弟是不想搬的，最近找工作也沒什麼進展。房租到期時，他和原房東溝通續租能否優惠點，結果房東說不漲價就不錯了。雖說在上海租房不便宜，但我覺得老弟這個房子3500，靠近外環，性價比不高，位置偏，裝修差不說，距離地鐵還有1.5公里，因此老弟說想換房時，我是支持的。今天老弟說他找好了房源，價格差不多，但裝修更好，離地鐵也近。我妹妹連續失業2次，終於又找到了滿意的新工作。一大早妹妹就收拾好準備去面試，因為要坐地鐵，老公要上班，順便就帶妹妹一起過去。昨天妹妹還特地去銀行拉了徵信，這家還要這玩意兒，真的很正式。下班我就迫不及待回家，想要知道面試結果。婆婆和妹妹在收拾東西，看到我回來，妹妹立馬和我說面試順利通過，雇主特別喜歡她。2026年在上海找工作難不難？先給結論，很難。不只是求職很難，企業生存同樣很難。我們公司是從去年10月份開始裁員，高層架構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動，我也未能幸免，迎來了一位新任領導。這位新領導在工作上比較情緒化，喜歡被捧着做事情，也比較飄。而我本身性格比較直爽，也不擅長阿諛奉承，不願意刻意去迎合討好，所以很不幸，我和他產生了衝突，就被他拉入到了黑名單。博主說，因為得罪了領導，他擔心自己被裁，於是悄悄地找工作，為自己尋找退路。沒想到還沒等來裁員的通知，那位領導卻先一步離開了公司。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博主暗暗鬆了口氣，慶幸自己躲過了一劫。28歲滬漂，想要在上海生存下去，1個月到底要花多少錢？這是很多想來上海的人都很好奇的問題。今天就把我5月份的真實開銷拿出來給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就是上海開支最大的一筆房租，我現在住的是一個小公寓，大概20平左右，有一個小廚房，可以自己做飯，押1付3。房租是每個月2415，包含物業費這些。中國經濟持續低迷，就連1線城市上海也未能幸免。商場空置，人潮銳減，失業加劇，房價下跌，種種跡象疊加在一起，讓不少市民感嘆：從未見過上海如此冷清，如此蕭條。在上海生活了近70年的張先生向海外媒體表示，如今的景象是他幾十年來從未經歷過的，非常慘淡。我們那裡有個地標性的建築叫愛琴海，很大的一個商貿城，以前是非常熱鬧的地段，現在裡面的店鋪全都關門休業了，人也不見了。晚上外面看上去燈火通明，但裡面的商店卻全部熄燈關門。經濟下行，消費疲軟的同時，人口也在明顯減少。一位上海網民留言：我10年前去南京路，人潮比現在至少多10倍以上。張先生認為，上海人流減少主要有2方面原因，一是年輕人不談戀愛、不婚不育的現象越來越普遍，他身邊不少親友至今單身；
以前開了很多幼兒園、小學，現在不是關閉就是合併，因為人口持續下降。二是經濟衰退導致人口外流。小孫大學畢業後，在上海從事 IT 行業近10年。2025年他失業，在家待了8個月。他告訴記者，很多人失業很久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包括做 IT 的，我見到特別多。一些同事失業很長時間，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